俄罗斯的未来在退役兵手里。普京一通口号，俄罗斯议会成了战场老兵的新贵族，预计1/5的席位都要让给这群老兵，这是向伊朗革命卫队靠拢。与此同时，俄军在马里被迫从第3个基地撤离，在波罗的海被北约战机撵着跑，脸都快丢完了，克宫也没放弃自己的小动作，还在叙利亚悄悄搞渗透，然后又抓住了伊朗，准备往伊朗送无人机。那么克宫这些动作到底给自己挖了多少坑？据 RBC 报道，统一俄罗斯党正在大张旗鼓地向选民介绍一批新面孔，不是什么资历深厚的政客，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而是一群退役兵。预计会有大约50人被塞进该党的获胜名单里。如果统俄党在9月的选举中保住现有的311个席位，那么这些参战者至少能占到该党人员的15%左右。这还不算那些已经在议会里蹲着，中途跑去前线，又镀了一层金的现任议员。如果把这些人全算上，预计下一届的国家杜马，也就是俄罗斯的下议院，其中450个座位中，大约有100个会被分给这些老兵，占比超过1/5。而且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这些人很有可能是要被直接塞进获胜名单里的，而非真的经过选举。这就不得不提到2024年。其实早在这一年，普京就已经有了将这些人塞进议会的想法。他称这些军人是真正的精英，俄罗斯的未来可以交给他们。此后，他们专门修改了相应的初选规则，让这一群体正式成为最有特权的候选人群体。然后在初选时，统一俄罗斯党翻了大车，前期做了那么多准备工作，又是宣传又是修改规则，最后在整个俄罗斯境内只有19个老兵通过了初选。最惨的是莫斯科推出来的15名候选人全部落败。当时那些老兵还暗示过结果不对劲，但是真要说的话，他们落选的原因也很简单，总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只靠一张退役军人证书就赢得选票吧。不过这一次惨败也让克宫看清楚了2点：第一，如果不强行空降，这批人根本进不去议会；第二，在选举时，所谓的退役老兵身份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吃香。或许有朋友觉得这是俄罗斯对退役兵的重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克宫这么做只是为了擦屁股而已。因为战事打到现在，克宫也要面临一个问题：那些退役军人要怎么安置？此前，《新报》经过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已经有大约8000名退伍军人因各类违法行为被定罪，其中大多数案件的性质都相当恶劣。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退役兵在接受调查期间就被军方直接捞走，签一纸新合同送回前线来逃避审判。最后别的不说，司法系统先成了一个笑话，犯了罪去前线，回去之后更容易犯罪，没事再去前线，恶性循环就这么跑起来了。再加上为了拉人填线，克宫本来就搞了不少囚犯兵，更是加重了这个循环的恶劣程度。这些人一退役，克宫先要想的就是怎么安顿他们，才能既体面又不影响大局。如果官方不给这批人建立一个看起来体面的上升通道，他们就只能自己去找出路，只是这些人找出来的路一般都不太好看。于是克宫拿出来了一套方案，将未来可能的停战包装成一场胜利，然后把退役兵分流塞进重建项目或者海外派遣。至于议会席位，这是最光荣的一条路。在克宫的剧本里，这算是一种体制内的捷径，你替国家打了仗，我就给你上升通道，给你摸到议会的机会，甚至还搞了所谓的英雄时代项目，专门给你们补课积累经验。总而言之，只要跟着克宫走，升官发财不是梦。成功进入议会的那些人，他们的角色定位就是吉祥物和中间人。一方面，他们是克宫重视退役兵的象征，给了那些退役兵希望；另一方面，一旦这些老兵拿到议会席位，他们就是政府和退役兵群体之间最好的缓冲带和传声筒，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然而凡事都有两面，设计完这套剧本之后，克宫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恐惧之中，因为他们还会面临一个问题：给这些人安排了座位，克宫能不能控制住这群人？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一个前车之鉴，就是伊朗。火力军之前就提到过，革命卫队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手里有钱有枪还有人，早就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国中之国。哈梅内伊死后，整个伊朗的全部权力几乎都集中到了革命卫队手里。克宫看得很清楚，虽然伊朗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是经验是通用的。如果真的要把100来号人都塞进议会，那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实力势必大大增加，在国内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到底谁说了算可就不一定了。于是克宫对退役兵的态度出现了严重的分裂。据消息人士透露，此前在总统办公厅的闭门会议上，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当着所有人的面指责总统府拟的名单全是纸面上的退役兵，根本不是真正上过前线的兵。他要求换上真正的战斗人员。
基地严苛随后发出警告，退伍军人进入议会不仅不必要，而且极其危险，因为他们一旦失控，随时可能调转枪口对准普京本人。在座各位，你们也不想看到第二个普里戈金吧？别洛乌索夫和基地严苛两股力量一起影响着选举名单的制定，结果就是名单一变再变，人数一减再减，从最开始的100人蓝图降到如今的几十人。至于这些议员的位置，一开始还有人提，干脆给他们单独成立一个退役军人委员会，让他们集中办公、集中发言，也算有个自己的地盘。但这个方案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克宫越想越不对劲，把这群人都放在一起，这不就是主动让他们抱团吗？这种情况克宫哪里能忍？所以克宫也想了个办法，打散，通通打散。目前的主流倾向就是将这些退伍军人分配到现有的各个委员会中，而且只给椅子，权力半点没有。而且为了确保安全，克宫的候选人标准其核心依据已经变成了2个词：忠诚、可控。尤其是通过英雄时代计划进入候选池的人，要的是绝对服从。克宫的这一套设计看起来滴水不漏，但是顺着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推，相信很多朋友都能发现，克宫迟早面临一个致命问题。老兵们不是傻子，如果真的给了他们这个机会，要让他们发现所谓的议员身份根本算不了什么，这种幻灭感就会成为反噬的开始。这就是克宫自己设下的结构性陷阱，他既不敢赋予退伍军人真正的权利，又不愿把他们挡在门外，于是只能用这种半吊子方案来糊弄。但与其给人一个注定兑现不了的承诺，不如一开始就别把话说得太满。这颗炸弹什么时候炸，就看克宫接下来的操作了。国内这边还好说，然而在国外遥远的非洲马里，俄罗斯的溃败已经彻底按不住了。在丢掉基达尔和泰萨利特之后，俄罗斯又一次卷铺盖跑路了。这一次丢的是阿盖洛克，这个据点里原本驻扎着大约100名俄罗斯军事人员和400名马里士兵，然后在叛军的压力下，他们连剧本都一模一样，反抗是不可能的，直接跑。30辆车急急忙忙地驶离了基地，去投奔之前从泰萨利特撤出来的人。10天之内连丢3成，这种溃败速度放在任何一支军队身上都算是严重了，更何况是天天自吹自擂的俄罗斯武装力量。更让俄罗斯难堪的是乌克兰的影子。据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的安全部门正在跟图阿雷格武装合作，他们不仅提供战略情报，还手把手地教这些人怎么操作和组装无人机，帮助定位和打击俄方目标。俄罗斯估计也懵，在乌克兰战场上被追着打就算了，怎么到了非洲还是逃不过乌克兰？火力军只能说逃不掉的。非洲已经大规模将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纳入军事演习，让他们充当模拟敌方，也就是红队对联盟部队实施高强度无人机打击。在瑞典主导的极光2026大规模军演中，来自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与瑞典陆军无人机部队并肩作战，使用各类侦察和攻击无人机对盟军部队实施高强度测试。可以预见，未来的俄罗斯面对的都是乌克兰的好学生。在波罗的海方向，俄罗斯似乎还算体面，还频繁出动战机试探北约各国。据北约盟军空军司令部发布的报告，葡萄牙空军的 F-16 战机从爱沙尼亚阿马里基地紧急升空，在波罗的海上空一口气截住了3架俄罗斯军机，一架安12运输机，一架苏35战斗机，还有一架苏30 SM。3种飞机出现在同一片空域，运输机负责后勤，苏35负责护航，苏30 SM 负责对地攻击，这是典型的协调作战编队。最有可能的任务就是电子数据收集。在发现他们的踪迹之后，葡萄牙飞行员全程贴身护送，俄机编队没翻出什么浪花，老老实实的飞到了远离北约空域的地方。这不是偶发事件，据北约官员透露，自4月1日葡萄牙分遣队接替意大利轮值任务以来，这已经是第6次紧急升空了，差不多1周1次。把时间线往前拨，立陶宛公布了一串数据，就4月底到5月初的1周里，北约在波罗的海负责空中警戒的战斗机紧急起飞了3次，2次是针对从加里宁格勒往返的苏24轰炸机，全都没开应答器，没飞行计划，也没无线电联络。另一次是拦了一架从俄罗斯本土飞往加里宁格勒的图134，虽然开着应答器，但同样缺飞行计划。总之，这3起拦截全是因为俄方飞机不遵守国际飞行规定。整个波罗的海空域因为俄罗斯的动作热闹得不像话，北约的拦截网络轮班倒，波兰 F-16、法国阵风、瑞典鹰狮、丹麦 F-35，基本就是你来一架我升空一架，反正北约成员国排队轮值，有的是人和飞机。此前最夸张的一次就是法国、瑞典、芬兰、波兰、丹麦、罗马尼亚6国战机同时升空，拦截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俄罗斯空中编队，2架图2 M3 战略轰炸机，外加大约10架苏30和苏35战斗机。俄罗斯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利用这些飞行来测试北约的反应时间、防空系统和雷达覆盖范围，
看北约这边多少分钟起飞，从哪个基地起飞，用什么机型拦截，顺带还能在国内宣传一波。看我们的飞机当着北约的面飞都没事。这一波操作，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也是有够好心的，免费给北约当陪练。他们每一次派飞机去测试北约，就等于给北约送了一份免费的联合训练素材，真枪实弹，全流程模拟，要多划算有多划算。大集群一飞起来，6个国家的空军能无缝协调拦截，已经很能说明情况了。北约多国空军的协调就这样练了出来。克宫现在也没办法，面对北约和乌克兰，实在有些难以招架，于是他们又把目光瞄到了另一片土地——中东。叙利亚对俄罗斯来说是他们在苏联解体后唯一的海外军事立足点，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两条腿撑着俄罗斯在地中海的整套军事想象。然而2024年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新政府上任的首件事就是终止与莫斯科的军事协议。俄罗斯在叙利亚原有21个基地和93个军事据点，如今仅剩2个。新政府正试图把它们变成叙利亚军队的训练基地，俄军在地中海的存在被大幅压缩。然后转折点来了，4月中旬，美国按照计划从叙利亚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美军一走，克宫立马恢复了自信，开始在叙利亚沿海展开行动，有意恢复其在塔尔图斯港的海军存在。5月初，一支大规模后勤船队在地中海现身，通过卫星图像验证，这支船队由戈尔什科夫级护卫舰、卡萨托诺夫海军上将号护航，还包括油轮斯科别列夫将军号、军用货船斯巴达号、补给油轮阿卡德米克帕辛号，清一色的军事后勤配置。其中最强系的当属俄罗斯别列夫将军号。这艘油轮在关闭 AIS 信号2天后突然重新激活，但播报的位置居然是波罗的海海域。然而卫星照片显示，它当时正航行在地中海水域，很明显就是在刻意误导追踪。这种玩法不是俄罗斯第一次用了，就是所谓的影子船队战术，关应答器伪造位置信号，挂别国国旗，专门用来规避制裁，偷偷运送军事物资。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俄罗斯在地中海的部署已经发生了转变。斯特雷古什奇级护卫舰斯托伊基号绕行非洲一整圈，参加开普敦附近军演，访问塞舌尔和伊朗之后，没有返回俄罗斯本土母港，而是直接停在了塔尔图斯，占据了原本预留给永久舰队的泊位，一停就是数周。综合这些动向来看，这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军事重返。在叙利亚方面，俄罗斯还在悄悄渗透，然而到了伊朗，他的动作就变得无所顾忌了。经济学人拿到了一份文件，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莫斯科准备向德黑兰提供大约5000架短程光纤 FPV 无人机，以及一整套操作员培训方案。按照文件的规划，俄罗斯把培训目标锁定在了伊朗留学生身上。这些学生在俄罗斯各大学就读，约有1万人左右。除此之外，塔吉克人等双语群体，还有叙利亚的阿萨德残部，都是训练的目标。文件里还专门加了一条审查条款，所有候选人必须确保其忠诚度。至于这5000架无人机，他们也有推演。俄罗斯训练出来的伊朗操纵员可以从隐蔽阵地上，在15到30公里的距离内向波斯湾的美军舰艇发动蜂群打击，每组5到6架无人机同时扑上去。美军舰艇因为航速慢，目标轮廓大，在无人机蜂群打击中就会防范不及，以致严重受损。有消息透露，在伊拉克，新伊朗武装已经在实战中用同类光纤 FPV 无人机对美军基地发动了连续打击。紧接着，也有类似无人机击中了巴格达美国大使馆屋顶上最新部署的长颈鹿 EX 雷达。以色列这边也在黎巴嫩真主党的装备里发现了同类系统。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份文件的可行性，但是一个方向暴露无遗：俄罗斯正在竭尽全力扩大对伊朗的军事支持。只是单靠光纤无人机就能帮伊朗赢得胜利吗？俄伊对面战的一个是领跑全世界的美国，一个是技术飞速迭代的乌克兰，纯靠推演是演不出来胜利的。与其在全世界搞这些小动作，不如老实一点，好好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安置自己的退役军人。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克宫能否顺利将退役兵塞进议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